朋友们，你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本我，从而踏上自己的天命吗？我们之前说，每个人呢都有两个心，一个真心，一个妄心。你之所以感知不到真心，因为你所认知的一切都是妄心，但妄心其实也是真心的一部分，只因这个妄心不够圆满，频率和能量太低，所以才跌落到这个二元对立的虚拟世界来修复自己。但由于在虚拟世界中体验得太过深刻，妄心的能量渐渐被那些放不下的情绪所撕裂，这也造成能量越来越脆弱，以至于忘记了这些剧本本来是由自己设计的，也忘记了自己来到虚拟世界的初衷，逐渐被各种情绪欲望所控制，也因此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循环。阳明先生曾说过，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真心便是心之体，妄心便是意之动。咱们老祖宗有个说法叫本体。什么是本体？本体就是不依赖于任何因缘独立存在的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假如说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，便不能再问上帝是谁创造的。如果要问上帝是谁创造，那上帝就不是最终的本源。如果他后边还有，就不能叫最终。这句话能理解吗？而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真心的本体，不依赖于任何因缘的最初状态，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心它没有善恶分别，没有造作，没有意识的分别。你只要有了意动，那就有了分别，就有了妄心。所以才说有善有恶意之动。真正智慧是超越意识的，是在意识以外的。只要你意动了，起分别念了，它就是在意识以内了。只要在意识以内，就是没有回到心的本体状态，没有在心性完全光明绽放的状态，心已经被污染了。因为心的本来样子是无善无恶的。那什么是无善无恶呢？无善无恶并不是大家常认为的好坏善恶之分，因为好坏也是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待的，它只是代表对立，也包括无左无右，无高无下，无对无错，无大无小。六祖慧能曾说过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大概意思可以理解为，你的本体里面没有是非善恶大小多少，而这个本体虽然本来无一物，但是它有功能，一旦发展出来，就能让你能听能看能闻能摸能尝能想。你眼睛为什么能看见东西？是以这个本来无善无恶的心的本体扩展出来之后，你才能看见能听见能摸能尝，这是它的功能。这就叫能生万法。当它向外拓展的时候，一切都以这个本体作为根源向外进行拓展。但是当这个本体向外进行拓展，发挥这些功能的时候，这个本体本身不会变化，因为这是创造一切的本源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能够在这个境界里待着，就是待在你的心本体上，而我们现在是待在自己的意识上。你只要不待在意识上，而待在本体上，你就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。而只要你待在意识上，那你一定会被污染，而一旦被污染，就容易有分别心，于是便有了贪嗔痴慢疑，于是便为下次事件的发生播下了种子。可以这么说，你的所有外在皆是你意动的显化。常言道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也是本体，亦是本心。有人可能会说应该是性本恶，其实这里的善也是超越善恶的，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没有分别心。就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样，既然提到道德经了，
就不得不说到老子总提倡的要回归到婴儿的状态。道德经里讲，团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？气是什么？王阳明说过，理者，气之调理；气者，理之运用。无条理则不能运用，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调理者矣。所以气是理的运用，如果没有气的运用，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发现天理。性即是理，也是道，所以道和气是一体的。天地之气一刻也未停息，但背后有一个主宰，这个主宰就是道，而气就是道的妙用。道为体，气为用，体用同源，所以常有人说万事万物都是由气生成。其实这也没错。同理，在人的身上也有气，它也是一刻也未停息，但背后也有一个主宰，那就是心。心如不动时，气就正常运行；心动了，气就紊乱了，疾病也就来了。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，没有动静之分的，但气有动静之后，就分出了善恶，所以才说有善有恶是气之动。团是聚拢、凝聚的意思，把它聚在一起，团成一个球的感觉，就像我们揉面团，越揉越圆，也就是团面。团气致柔的团气就是心之本体不动时，对应气的状态，将气凝聚成一团。我们专注于一件事的时候，是一心一意的，心不外散，气就不会外散，就能凝聚成团。当我们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时，心不会乱动，气也就是柔和顺畅的状态。而与团气对应的是习气。婴儿是没有什么习气的，只知道吃奶睡觉。但当你给他吃了一个有味道的食物后，他的味觉受到刺激，喜欢上了有味道的食物，心动了，于是习气开始慢慢生发。随着逐渐长大，眼耳鼻舌身意的刺激不断增加，各种欲望私欲开始生出，心不断被刺激，随着时间的累积，就形成了特有的习气。比如有的人脾气暴躁，有的人性格急躁，都是日积月累的习气所致。但要明白，这不是人的本性，人的本性是无善无恶的，不是很多人以为的性恶论。所以要像婴儿一样团气致柔，就是心之本体如不动的状态，就是符合道的状态。正所谓大道至简，演化至繁，真相是极其简单的，把复杂冗繁的表象层层剥离之后，就是事物最本质的道理。现在许多人在遇到问题时，自己总是会脑补出许多有可能发生的事情，给自己凭空制造出许多问题，怕自己吓得这也不敢做，那也不敢做。婴儿如果想要一个东西或是做一件事情，他会怎么办呢？他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或是直接去做。在当下的现代社会，许多人都想结识达官贵人，各种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，以为这样就能把握好人脉关系，实则不如强大自己，将自己变成个有用的人更重要。总是一味地往外去追寻，殊不知本自具足，万物皆是吸引而来。只要自己强大了，便会什么都有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厚德载物，自己的承载力有多少，才能拥有多少。另外，大家发现了没？孩童时期的学习力是最强的，学什么东西都快，记忆力也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孩童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他的专注力是非常强的，没有那么多的杂念，属于一种空的状态。这里的空除了专注，还有空杯的意思。老子的道是针对生命本来面目的学问，
婴儿状态是举例描述人的生命本来状态就是无知无欲，也就如庄子说的心若明镜。我们生命与道俱来就有灵知，比如照见玫瑰就知玫瑰，照见油菜花就知油菜花，准确说连名字也没有，就是照见一物。所以心与物是一同的，这就如婴儿观照，也就是生命的本真状态。许多人应该都拿过糖果和钞票来逗小孩，让他选择要哪个，小孩总是会选择糖果。成年人都以为是孩子傻，实则在婴儿的眼里呢，毫无美丑、高低、好坏、贵贱，看见什么就知什么。他知道他需要的才是最珍贵的。老子表述为无知即无智，不需要小聪明。倘若在本真直觉的觉知上再添油加醋，自立一个知，比如玫瑰比油菜花高贵，玫瑰代表纯洁的爱情等等，认知就一定会出问题，也一定会带来社会上面的很多弊病。老子称之为不知之病，佛家也有类似的说法。知上立知，即无明本。婴儿的姿势是守道报道的姿势，婴儿真纯无染，不对镜生心，不着相，是含德的赤子。婴儿天真无邪，如溪水般活泼，带来的是清澈和干净的能量。婴儿虽然弱小，但获得世间最多的爱和守护。希望你能回到初始，回归天真，做一个婴儿，无知、无欲、无妄心，惊奇地去发现，欢畅地去玩耍，灵动地去创造，永远年轻。其实在生活中呢，有很多人都很好奇，为什么我看起来那么年轻，却懂得这么多？包括在我们的评论区，也能经常看到有人问，为什么我会懂这么多？是师从哪位大德，还是运气好获得了不少机遇？我想了想，于是呢就有了今天的内容。如果让我用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，我想答案应该是因为守着本心，没有那么多妄念，故而没有那么心累，所以看着年轻吧。而运气方面的话，我想当你找到本我，找到了天命，知道自己这一生到底该干什么，自然在运气方面是不会差的。明白了吗？最后用弘一法师的话做个结尾吧：心不妄念，身不妄动，口不妄言，君子所以存诚。内不欺己，外不欺人，上不欺天，君子所以慎独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